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煎蛋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这期视频我们继续学习八字。那么在学习之前，先给大家讲一下如何看八字解盘。如果是实战经验丰富的命理师，可能拿到八字马上就能断事儿。但是作为初学者，看八字解盘是需要一步一步来的。再优秀的命理师都是从小白开始的，看八字解盘是有步骤可言的。我们都知道解题需要很多个知识点。那么看八字解盘也是一样的，需要我们学习这套体系的基础知识。一般看八字，第一步是排盘，看这个八字是身强还是身弱；第二步是看强弱后取喜忌用神。前两步非常重要，一定要判断准确，不然就是瞎看了。第三步定格局，根据格局可以判断命主的性格、天赋以及适合的职业等等。稍后本期视频会给大家详细讲解。第四步推六亲，第五步断事业，第六步查岁运，第七步看大运。这些步骤呢，大家可以灵活运用。除了前面一两步比较固定之外，后面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。比如要看六亲就推六亲，要看事业就断事业。好，下面进入本期视频的正式内容。什么是格局呢？所谓格局，就是这个人的八字命局中的特点。格局整体方向包括了性格特征、天赋、职业方向等，相当于这个人出生的那一刻，老天爷就给他选定了一个最适合的发展方向。格局法是一种快速识人的方法。当然，格局法看命只是一种方法，它不是万能的，也是有局限性的，有些东西是看不出来的。八字是一门综合的学问，真正断富贵贫贱层次要全盘综合分析，尤其是大运和用神还有力量。千里命稿有这样一句话：格局成败，格局名目众多，大别之，八格与外格两种。意思就是格局有高有低，而且格局种类很多，大致可以分为正八格和外格两种。正八格是指常见的8种基本格局，基本覆盖了大部分人的格局。正八格分别是正印格、偏印格、食神格、伤官格、正财格、偏财格、正官格、七杀格。外格就是正八格之外特殊的命格，比如曲直格、炎上格、阳刃格、从格格等。这些格局要求特定的天干地支组合和五行属性，以形成特殊的命格。作为初学者，我们只需要先了解正八格，有了基础之后再慢慢熟悉特殊的命格。那怎么去定格局呢？我们都知道月令对日干的影响是最大的，所以定格局是根据月令结合天干透干来定的。简单来讲，月令中的藏干是什么食神，就是什么格局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食神中命局中月支藏干和日柱之间的关系是比肩劫财的话，是不能取格的。比肩和劫财有两个比较常见的名字，叫见禄格和阳刃格。比如日干甲木生于寅月，寅是甲的禄，所以叫做见禄格。日干甲木生于卯月，卯是甲的阳刃，所以叫做阳刃格。见禄格和阳刃格不在正八格之内，属于外格。这两个外格我们简单了解一下就行。下面我们举例来学习如何定格。比如这个八字，日干是己，属土；月令是卯，属木。卯的藏干是乙，也属木。根据五行生克关系，木克土，克我者为官杀。己和卯阴阳属性同为阴，同性为七杀，所以这个八字的格局就是七杀格。前面我们学过12地支藏干，可以看一下这个表格。我们知道有些地支藏干不止一个，那么月令地支藏干多个的八字如何定格呢？我们遵循这样的规律：一、月至本期对应的藏干，如果在天干中出现，不包含日主本身，那对应的食神即为八字格局。本气就是与地支五行相同的藏干，比如午属于火，藏干丁是火，所以丁是午的本气。比如这个八字，日干壬水，月令为申，属金，地支申的藏干有庚金、壬水、戊土，月至本气对应的藏干就是庚金，在月干上有庚出现，金生水，生我者为印，同性相生为偏印，所以对应的食神是偏印。
这个八字的格局是偏硬格。规则2，如果在条件1不成立的情况下，月令中非本气藏干如果在天干中出现，那对应的食神为八字格局。比如这个八字日干丙火，月令为亥水，藏干有壬水和甲木，其中本气藏干为壬水，年月时的天干没有出现，所以条件1不成立。我们看本气藏干甲木在时柱天干出现，它们的关系是木生火，在食神中生我者为硬，同性相生为偏硬，所以这个八字的格局就是偏硬格。规则3，在条件1和2都不成立的情况下，如果月令中所有的藏干都不在天干中出现，那么月令本气藏干对应的食神即为八字格局。比如这个八字日干辛金，月令亥水，月支的藏干有壬水和甲木，其中壬水为月令本气藏干，壬和甲都没有在天干出现，所以格局就是月令本气藏干对应的食神，壬为水，金生水，我生者为食伤，异性相生为伤官，所以这个八字的格局为伤官格。规则4，如果条件1不成立，满足条件2，月令中的非本气藏干，月支2个藏干同时在天干出现，这种类型的八字极为少见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，我们该选择哪个定格局呢？判断一般遵循哪个藏干力量强，占据上风，就选取哪个藏干对应的食神作为格局。力量强弱需要综合判断，比如参考生克关系、宫位力量和旺衰判断等。作为初学者，我们只需要简单了解就行，因为这种八字占比很小，不到3%。好了，以上就是选定八字格局的方法。格局可以简单分类，正印格、正财格、正官格、食神格被称为吉神格局；偏印格、偏财格、七杀格、伤官格被称为凶神格局。吉神格局不一定好，凶神格局呢也不一定差，要结合八字具体分析。吉神喜生福护卫，凶神以制化克泄。比如正印格喜见官杀，怕财星。喜见官杀，因为官杀是生印的，有生福作用；怕财星，因为财星会破印，导致正印的力量被克制削弱。所以正印格的人，如果八字中有官杀，他的格局会提升一个等级；反之，如果遇到财星，格局会变低。比如这个八字己土为月令的本气藏干，在时柱天干出现是正印格，正印格喜见官杀，怕财星，只有一个年支的正官，月干、时支都是正财，破坏的力量大于生福，所以这个格局就一般了。同样的，根据生克制化关系，正财格就喜伤官生福，怕劫财克正财；正官格喜见财星生福，怕伤官克正官。有句话叫伤官见官，为祸百端。食神格则喜比劫生福，怕偏印克食神，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枭神夺食。凶神格局要制化克泄，比如七杀格喜欢食神克制，或者用印化泄，但是怕财生七杀，助长七杀。伤官格最喜正印克制，伤官配印，聪明绝顶的人怕财星坏印。偏印格最喜财星克制，怕官星；偏财格最喜正官，怕刑冲迫害。以上就是不同格局的喜和忌，这些需要熟练运用生克制化关系才能理解，不要求大家熟记，只需要记住吉神喜生福护卫，凶神宜制化克泄就行。下课之后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八字进行定格局练习，同时看看找一下自己八字格局的喜和忌。好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觉得还不错，欢迎点赞订阅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